一个字绝。Yuppie！ Google 来咱们识图的小可爱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现在呢，我还是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哈。鉴于我经常在视频里边丢弃生蚝这个行为哈，很多好兄弟呢在后台给我发来了强烈的谴责，说你这不直接整个烧烤架，整点蒜蓉，你海边直接开烤。当当，今天我是有备而来，我就带好兄弟们实现一次生蚝零元自助。今天的潮汐很小啊，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办法赶海的哈，就是那个海岸线推不下去，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沿线的这边上哈挖点生蚝。很多小伙伴很好奇啊，这种海边上的野生生蚝啊是哪里来的？其实呢，法国的海岸线非常的长啊，所以说在这个海岸线上啊，其实有很多的生蚝养殖户啊。大家看我背后的这一些哈，全都是蚝板啊，里面都是生蚝。之前呢，我专门做过一期法国生蚝养殖啊，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你看这个就是法国的桌式养殖生蚝啊，全都是在这样的蚝板里，里面全都是生蚝。但是你赶海啊，你不能去拿别人的啊，那都别人养的。我们可以去那边，就是去石头上撬那种野生的生蚝。这个东西啊，完全毫无压力啊！你看现在下面，就地上全都是这些，哇，这个挺大，看见没？然后你看这边。全都是随便撬啊！拿出我的雷神之锤，当来，然后就直接撬就行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哎呀，我天！你看这个下来，直接在石头上连着，我得把石头给它打断了。好，你看这就是野生蚝啊，长得不是很好看啊，但味道还不错。其实这种地方都完全不用找啊，直接遍地都是，一撬就下来了。哇，这个可以啊！还有一个小的在上面，你想吃随便撬啊，好像也有规定，一个人不能超过5公斤啊。但是呢，其实正常人来撬一般不会撬那么多。哎，这个撬烂了。哇，你看好漂亮，看它的裙边儿，颜色好深，这种蚝特别香。鲜甜，这个季节的蚝可以的。这儿边上石头上全都是这个叫啥将军帽的。不过法国人他们不吃这个东西啊，反正我在超市里没有见到过，而且这个东西很不好搬，哎，搬下来了，看。这个就是将军帽里边，吃上去有点像那个小鲍鱼，但是肯定没有鲍鱼那么好吃啊，离鲍鱼还有好几个级别。这有，2个是吧？哎，其实这个生蚝它并不是越大越好吃啊，相反的，就是在3、4号那个大小我觉得是生蚝最好吃的时候，太大了其实没那么好吃。哎，又要敲烂了。哎，不过还好，这个可以一会儿直接蒜蓉一灌进去就能烤。放。哇，这个大，看，这不什么千年老蚝吗？我说的千年老蚝，你看，哇，这个漂亮。我这可不是乱打的啊，这个打生蚝还是要有一定的节奏的，我跟你说。哎，哇，看里面好漂亮啊！它里边这个裙边看见没？黑黑的，很漂亮。这点剩的也别浪费了，吃了。香。哇，扁蚝，这个跟刚才我们抓的那种凹型蚝不太一样啊，这种是扁的。这种的口感呢更加的好，比如说法国很出名的一种生蚝贝隆生蚝它就是扁形蚝扁形蚝的口味呢略带一种金属口感它的风味呢更加的强烈。我一会儿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整点鲍鱼什么的。哇，这个也下来了，这个就是那个凹型蚝。要不咱摘点这个芝麻萝吧。你看这边这石头上全都是，一抓就一大把，你看
它身上有一些这种花纹，看见没？很小，没什么肉，但是挺鲜的。你看，这下面都是生蚝。你看捡芝麻螺那个空档，就发现那么大一个。它下面贴那个石头，它是寄生在石头上的。哎，这个敲坏了，直接吃了吧。因为直接撬的，里面有一些它的壳子。不过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啊。很多小伙伴说，他说你形容食物怎么只有一个甜字？这玩意儿确实甜啊。其实生蚝的口感啊，受了潮汐很大的影响啊。潮起潮落呢，给生蚝带来了不断的养分和微生物啊，所以受了潮汐影响的生蚝呢，口感也更加的好。现在呢，我到了一片滩涂的位置啊，前面有个老爷爷，不知道在找什么，去唠两句。老爷爷专门找那个趴鹿河的，也就是蛤蜊，哇，那么多，哇，好漂亮！你看，那么大一个一个的，他抓了一口袋了。你看，所有人哈都非常守规矩啊。他一看见我的鹿，他马上拿出来看，我有尺子哦，一个人不能超过150个，上3杠。150 pas plus。OK。其实说实在的，这种东西更多的是靠自觉啊。虽然说有人会罚款，但是那种人其实挺少的。这儿有一个，哇，好大！这个蛤蜊在这边叫配合啊，需要长到4.3厘米才能够拿走啊。我看一下，完全合格了哈。这个得有5.5厘米左右了。这儿有一个冷知识哈，大家看我前面啊，有的这种小的滩涂啊，呈现出这种白色，这种白色都来源于贝类的壳。这是我一个渔民朋友告诉我的。看一下老爷爷找了什么，都是些老爷爷的感。哦，你看他马上挖。哦。petite。C'est trop petit ça. Ah, c'est un cuillère en argent. 拿银的勺子，银的勺子来挖趴鹿。Ça porte de la chance. 它有一些洞，它一挖就哦。Ah, celui-là il est gros. Oui, c'est gros. 啊，你送给我了，谢谢了 ，Merci。Merci。其实蛤蜊啊非常好找啊，你看这种上面有一个孔洞，看见没？这上面有个孔洞，它有可能就有。哎，你看我也会挖，嘿嘿，看这么大一个，4.3厘米，合格了。而且蛤蜊呢藏的地方不深啊，所以说你很容易挖到。你看这儿又有一个，他们法国人都很爱挖这个，因为这个特别的鲜啊，算是海鲜里特别好吃的一种品类。就2分钟吧，就这一块，你看就挖起来这么多个，但是都太小了，全都是不符合标准的。你看就这种洞，看见没？很不明显，但是还是挺大的，仔细看能看到。哇呀！哎，这个还挺大的，哇，这个漂亮了，那么大，看上面的花纹特别漂亮啊，这个都不用量啊，这个肯定是合格的。别看在岸边了，它的水也非常清澈，你看能看见上面的海葵，这个海葵的颜色比较单一啊，去那种深海里会有那种特别漂亮的颜色的海葵。我在那儿捡蛤蜊，摄影师在这儿疯狂撬，你是怕没得吃吗？小伙子学聪明了啊！现在都知道自给自足了，真的太多了。你看这崖壁上全都是生蚝，哎，来撬这个那么大，我的天！疯狂敲是吗？疯狂敲！你看摄影师敲的这个好大呀！走吧走吧，我们去那边看一下，看有没有更大的生蚝啊！哇，过来，你看这边石头下面全都是。哇，那么大！我的天，随便乱撬啊！哇，全是海水。哎，撬开！哇哟，看看，好肥！有点蒜蓉酱一放，哎，我觉得差不多了，拿那么多，够吃了。因为有一些生蚝撬翻了呀。我现在扯一点这个海带，给它稍微盖一下，哎，给它这么一盖着，不要让它见到光，它保的时间就更长一些。你看，
在我们马上就去把烧烤架子支棱起来哈，烤起来。我说。所以说大家来赶海啊，还是要遵守规则啊。指不定你不遵守规则，哪天你就翻船了。哎呦，出太阳了，好舒服啊！你看那边蓝悠悠的一片啊，有光的时候就很漂亮了。我找了一个好地儿啊，你看这个石头，我就在这儿，我一个圈儿，按3边口就行了啊。把架子一放，刚刚好，很合适啊。这个是固态的酒精啊，一般这边都是用这个来生火。着了，来，生蚝摆起来。撬生蚝啊，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啊。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经验的话，或者你不知道怎么撬的话，最好是不要徒手开生蚝。这是生蚝的屁股啊，就是生蚝最尖的那个地方，只需要把刀戳进去，因为它这种啊已经钙化了，它边上就不像养殖蚝一样啊，所以撬起来比较困难。拿出我的蒜蓉辣椒酱啊，哎呀，美得很嘛！我昨天晚上整了一晚上啊，好香。哇，像模像样的，像不像国内那种烧烤？哦，就是你去街边烧烤摊，然后吃蒜蓉烤生蚝。哎呀，来，烤起来！哇，我简直觉得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我就问你们，这是不是你们要看的东西啊？面朝大海，生蚝铁板。我跟你说，这个香味出来，我怎么形容呢？就是我想家了的感觉，好香，好香！哎呀，爆了都！啊，我这回国支个摊儿啊，这大生蚝，不知道你们那边啊，你的这种生蚝多少钱一个？好香，好想吃。哎呦，好喽！就是国内那个味道，真的烤生蚝才是王道啊！什么生吃，一边儿去。一个字绝，瞬间炫3个。虽然说整个蒜蓉啊稍微麻烦点啊，但是味道不摆了，真的四川话来说，香。给摄影师来一个，虽然说他没咋出力啊，但是算了一个人头嘛，是吧？2个人就能挖10公斤。来，整一个，尝，好吃的板。吃的差不多了，还有点余温呢，烤2个蛤蜊。真的，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这生活在海边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小伙伴说这个里边有沙呀？没有沙呀，我这边吃的就是直接就这么吃的，里边都没有沙子呀。特别鲜这个。好了，今天的海边陵园自助烧烤就到这里结束了。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每周日更新，别忘了转评赞3连，拜拜。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优品，每周日更新，别忘了转评赞3连哟。